校长气得直哆嗦，指着我一个你字说了半天没说出来。旁边一个校领导指责说道：宋阳，你怎么敢和校长这样说话？别忘了你还没毕业。我根本无所谓，经过了今天的事情，我已经做好了毕不了业的思想准备。校长焦急地对周围人说：快去把球捡回来，白雷绝对不能死。这时候黄小桃发来讯息，听完之后我就说：等一下，这边出点小状况，你把刚刚说的话再重复一遍。然后我将无线电音量调到最大，黄小桃在里面说道：白雷已经救出来了，就在你们楼下。众人立即转怒为喜，立即下去迎接他。我心中叹息一声，倒不是觉得这帮老实世故，他们只是害怕承担责任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是大部分人的处事原则。我卸了一条板凳腿藏在身后，对那个中毒同学说：解药可能不会有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救你。他哭丧着脸说：什么？没有解药？我岂不是死定了？我笑道：哼，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先进，大不了全身透析换血，你现在不要情绪激动，也不要有大动作。他点头，不放心地说：得花多少钱呢？警方会帮你付医药费的。说完，我朝外面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对黄小桃说：叫救护车开进来吧，2号教学楼这边有个同学中毒了，也派一辆车过来。现在能进来吗？放心，就要结束了。当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迎面遇到被大众簇拥的白雷，宋星辰跟在后面。我用动油之瞳看了一眼，这个白雷果然是假的，他的耳朵后面有一道清晰的线，似乎是戴了高仿的人皮面具。当我们视线相交的时候，他的眼神明显有些闪烁。我大步走过去，他说：同学，多谢了啊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。等这件事做完之后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感谢你的。校领导们七嘴八舌地说着，他们一直在支持我和犯罪分子周旋。校方对犯罪分子的态度非常强硬什么什么的。因为一切都按照邓超的计划进行，我现在已经身中剧毒，这时候他再以白雷的身份出现，想必也准备了什么后手。不过很遗憾，他的计划到此为止。我伸出一只手说：白先生，幸会幸会。白雷伸手过来和我握，我突然从后面抽出板凳腿，狠狠砸在他脸上。白雷向后一个趔趄，差点从楼梯摔下去，周围人吓呆了。校长叫道：你这是干什么？没等白雷站稳，我又是一板凳腿，揍得他东倒西歪。我指着他说：你们看清他的脸。白雷的脸皮整个歪掉了，眼洞错到脸颊上，好像没有眼珠似的。他的声音也变了，变成邓超的声音。他震惊地问道：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淡淡地说：你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吗？这1年来都待在监狱里面，而我在外面对付比你更加凶险更加狡猾的罪犯。你我之间的差距，不是你那些愚蠢的考验能够弥补的。我怒从心头起，又是一板凳腿抡过去。邓超的人皮面具被打飞了，他的鼻子不停地流血。我咬牙切齿地骂道：杀了那么多人，你到底想证明什么？就算你证明了你比我聪明又如何？你在所有人眼里只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，一个失败者，一个变态。邓超满嘴是血，双眼要喷火一般，他恶狠狠地吼道：宋江，是你把我逼成了鬼，今天死掉的所有人都应该算在你头上。我冷笑说：哼，我把你逼成了鬼，明明是你自己不愿意做人，
你咎由自取。邓超暴吼了一声，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，他动作飞快，只见寒光一闪，我后退已经来不及了。万幸的是，宋星辰从旁边抓住他的胳膊，一个过肩摔，把他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匕首也摔掉了。宋星辰一脚踩住他的胸口，邓超不甘心地大吼起来：“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”真是一条疯狗。我告诉黄小桃，邓超已经生擒，让警方和医生进来吧。这时候邓超突然一阵冷笑，他说道：“宋阳，你真以为我没准备 B 计划吗？”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他说：“你现在看一下时间。”我扫了一眼手表，12点55分。他狞笑道：“那批孩子被我藏在没人能够找到的地方，和他们放在一起的炸弹每到整点必须重置一下，否则就会引爆。他们就是我给自己买的保险，再过5分钟神仙也救不了他们了。”你说谎。他狰狞地说：“你看着我的表情，我像在说谎吗？”他确实没有说谎。我攥紧了一下拳头，我现在恨不得把他从楼上扔下去，但只能耐住性子问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我完全可以叫你们放我走，但我改主意了。你现在剁掉一只手，我立即打电话叫人重置炸弹，等下一个整点你再剁一只手，以此类推，直到你剁完双手双脚，你至少有4个小时找到他们。我咬了咬牙，威胁说：“你不说，我就用最痛苦的方式折磨你到死。”邓超冷笑说：“我无所谓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我想象邓超是干得出来的，于是通过无线电告诉黄小桃，让医生拿止血绷带上来，准备给我抢救。黄小桃一头雾水，不等他问话，我把无线电关了。我卷起袖子对宋星辰说：“动手。”宋星辰冷峻地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来不及了，快点，你的刀很快，反正可以接回去。”我见他不动，抓起地上的刀准备剁自己的手，突然手里刀飞弹出去，掉在下面去了。宋星辰的手里握着没有出鞘的唐刀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对宋家而言，这种牺牲根本没有意义。”我说：“我命令你剁掉我的手，否则你给我滚！”周围的人吓得个个呆若木鸡，邓超癫狂的笑声久久回荡在耳畔。宋星辰好像痛下决心似的：“好，你闭上眼睛。”宋星辰慢慢抽出刀，一想到这只左手要和我分离，我真的不敢看下去。一道破风声，随后是动脉血液飙溅出的喷涌声，像泉水一样。由于宋星辰的刀非常快，我除了全身冰冷之后，一点痛觉也没有。2秒钟之后，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走廊里，大喊着：“我的手！”叫声不是我的，而是邓超的。我睁眼一看，我的左手还好端端在腕子上，邓超的右手却断掉了，切口异常整齐，血流得满地都是。我错愕地看了一眼宋星辰：“你干了什么？”他不回答，快速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，用牙咬掉封口的红布，把里面的药粉全部撒在邓超的伤口上。这难道是食骨断筋散？据说我们宋家在古代的时候有文宋和武宋2支，每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会经过一场考验，以此来断定他是文宋和武宋。文宋长大之后会去当提刑官或者大理寺卿，
武松则去当捕快或者贴身保护本族继承人。两派从小学习的技艺也是天差地别，比如我会的捕凶术、掩凶术等，宋星辰根本就不懂，而他会调制的药方，我也是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的。尸骨断筋散是捕快用来对付凶蛮歹徒的，它是通过血液进入体内，据说能让人全身忽冷忽热，刺激全身的痛觉神经，就好像是筋骨寸断、五内俱焚。那种剧痛比凌迟还要痛苦100倍。邓超沾上药粉之后没几秒，突然痛得地上打起滚，尖叫起来，拼命撕扯自己的头发，连着头皮一起揪下来，露出一块块嫣红的皮肉，还在脸上挠出深深的血印。他疯狂地尖叫着：“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！”这一幕看得我有些于心不忍。宋星辰拿出一个小瓶子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说出重置方式，我给你解药。”邓超费力地掏出手机扔在地上：“不最后一个号码，说出祈祷这个暗号，快给我解药，给我解药！”我喝问道：“孩子在哪儿？”邓超一边打滚一边尖叫：“先给解药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！”我又重复一遍：“孩子在哪儿？”他用变了调的声音说：“大兴路44号地下室。”我向宋星辰递了个眼色：“给他吧。”宋星辰冷笑了一声，把小瓶又放回怀里，但说：“尸骨断筋散其实是没有解药的，除了痛苦之外，对身体没有副作用。”邓超两眼一翻，昏迷过去。宋星辰继续说道：“瞧，自己疼晕过去了。1小时之后，药效就结束了。”我对宋星辰的手段和心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从地上拾起手机，按他说的方式做了。不一会儿，几名医生带着止血绷带上来，问病人在哪儿。我用嘴努努地面，顺便叮嘱一句：“给他多打一点止疼药吧。”我拍了一下宋星辰的肩膀，就说：“今天我请你吃饭。”宋星辰淡淡的回答：“不客气，请一杯珍珠奶茶就行了，要最贵的。”这时候黄小桃和老妖赶了过来。老妖看见满地的血，吓得尖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，小宋宋，你没事吧？”黄小桃说：“刚刚真是把我吓坏了，我以为你要怎么了呢？对了，孩子的下落知道了，赶紧去营救吧。”黄小桃诧异地说：“你们怎么知道的呀？”我朝宋星辰看了一眼，用了一点违法的手段，你要不要把他铐回去？待会儿我要把你和宋星辰带到饭店，用大鱼大肉好好折磨你们一顿。事情总算是结束了，我累得全身都脱了力，现在只想好好洗个澡睡一觉。黄小桃贴心地送来一瓶矿泉水，这才感到喉咙是饥渴难耐，灌了一大口。我们几人一起离开教学楼。黄小桃说：“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，警方估计捂不住，不过无所谓了，今天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放松一下。”我望着熟悉的校园就说：“最后一天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也许我真是一个灾星。”一个声音叫住我，我扭头看见教学楼旁边站着一群校领导。校长招招手笑道：“宋阳同学，你过来一下。”我看见他手上拿着东西，就猜到有什么事情。我过去之后问道：“校长有什么吩咐吗？”校长把一份毕业证书递到我的手里，上面写着：“宋阳同学，在我校4年修业期满，成绩合格，予以毕业。”下面是校长本人龙飞凤舞的签名。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证书，我心中还是挺激动的，很想告诉九泉之下的爷爷，我毕业了，从此将走上社会。虽然这里不是大礼堂，但我还是对校长鞠了一个躬：“谢谢校长，
校长拍拍我的手说：“宋阳啊，多谢你英勇无畏地保护了我们的校园，母校欠你一份大大的人情啊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像你这样的优秀的毕业生……”校长眼神一变，突然就说道：“果然还是应该去死。”我胸口一凉，感觉一个锋利的东西捅了进来。由于我双手捧着毕业证书，根本就没注意到校长手中的动作。我本能的后退一步，看见左胸口明晃晃的插着一把匕首，我似乎能听见自己体内血管破裂，鲜血灌进腹腔的声音。周围人顿时炸开了锅，黄小桃等人大喊着冲向我，但是声音好像很是遥远。校长冷笑了一声，慢慢揭掉自己的脸皮，露出一张熟悉的脸，竟然是那个整形医生孔辉。他说：“组织让你死，你就得死。邓超失败了，所以由我来完成。”我双腿一软，倒在地上，意识沉入一片黑暗。我不知昏迷了多久，感觉自己在一片黑暗中游荡。我模模糊糊地以为自己已经死了，突然黑暗中出现一道光，刺痛我的眼睛。一团模糊中出现一张陌生的脸，正睁大眼睛看着我。那个人突然转过身跑了，一边跑一边喊着：“医生，病人醒了！”我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就有一堆人哗啦跑进来。一个男人竖起手指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问道：“能看见我的手指吗？”我的身体动弹不了，只能上下动一下眼珠。男人说：“生命体征一切正常，继续给药，密切监视他的心跳。校长，去通知一下他的家属。”然后这帮人走了，空荡荡的屋里只有我一个。外面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，有黄小桃、王大力、老幺、孙冰心，他们乱哄哄地询问我的状况。医生说一切正常，现在还需要静养。黄小桃竟然哭了起来，听见这哭声让我很揪心。我终于弄明白现状了，我从鬼门关回来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雪白的天花板上一直有一张人脸。我死里逃生之后，眼睛看东西一直有残像。刚刚那个医生的脸在天花板停留了几秒钟，那不是普通的残像，我能清楚看见他的胡茬和鼻毛。我使劲挤了一下眼睛，残像才消失了。这个奇怪的现象一开始让我非常不适应，看什么都会在眼前停留一段时间，搞得我脑子都乱了。重症病房里安静极了，只有点滴的滴答声。我一动不动躺着，脸上戴着呼吸面罩，一会儿醒来，一会儿睡着，就这样躺了一天。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，看见孙冰心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他惊喜地说：“宋阳哥哥醒了。”然后王大力凑了过来：“宋阳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”“你真是命大呀，医生说那一刀只差2毫米就捅到心脏了，我们都吓死了。宋星辰差点当场把贾校长给剁了，幸好被人拦了下来。那2人现在都关起来了。哎，对了，好多人给你送花，医生说啊，这里是重症病房，不让往里面拿，全部放在外面了，简直能开花店了。”孙冰心说：“大力，你少说2句吧，让宋阳哥哥多休息。”我勉强地笑了笑。2个人坐到旁边玩王者荣耀去了。听着2人闲聊，感觉没那么无聊了。原来他们俩是白天来看守我的，昨天晚上黄小桃一直在守着我，早上困得不行，孙冰心劝他先回去休息。不能说话真是无聊啊。我想叫王大力把电视打开，我听听新闻或者音乐。我拼命用眼珠子表达我的诉求，王大力理解半天，以为我要撒尿，我只能作罢了。中午的时候，2人商量出去吃点东西。
孙彬欣让王大力先去，王大力贼兮兮的表示一起去。我心想，你他妈不是快有女朋友了吗？怎么还惦记孙彬欣啊？你要当渣男吗这是？随后两人走了，然后一个护士走进来给我换药。我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个针管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他一声不吭的把一管子空气打到我的输液管里。我呜呜的叫起来，一使劲把针头拽掉了。护士准备重新扎回去，我一阵恐慌，可是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用眼睛狠狠地瞪他。奇迹发生了，护士就像看见鬼一样大叫了一声，无助后退，全身抖如筛糠。我不明白我的眼睛有什么吓人的，但这是我此刻的救命稻草，于是全神贯注注视瞪他。护士竟然夺门而出，随即一阵打斗声，听见护士惨叫了一声。宋星辰在外面冷冷地说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又是一阵动静，然后是闷闷的倒地声，有人尖叫杀人了。我感觉脑袋一阵疼，头晕乎乎的。这时候宋星辰冲进来叫道：“小少爷，你没事吧？”他看见我的眼睛微微一怔，继续说：“那个要杀你的假护士服毒自尽了，我去善后，待会儿回来找你。”他出门之后没多久，我就昏睡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后面的发展。大概躺了3天左右，我总算可以坐起来吃点流食，自然是黄小桃和孙彬欣一勺一勺喂我的。自从假护士事件之后，他们一刻也不让我离开视线。黄小桃告诉我，孔辉和邓超正在接受审讯，他们死都不肯招供。从目前已知线索来看，邓超的复仇行为是有人授意的，目的是除掉我。孔辉是这次行动的第2道保证。被孔辉中途调包的校长和邓超绑架的孩子都已经救了回来。那天孔辉是提前准备好的，他的化妆很完美，连手部细节都考虑到了，所以才骗过了我的眼睛。我说，我的身体好像有些变化。黄小桃问，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我笑道，不是的。对了，我们来做个实验。我叫黄小桃在手机上随便找一篇文章，在我面前停留1秒钟，然后我闭上眼，一字不差地念出整页的内容。黄小桃震惊地说，天哪，你可以过目不忘？我笑着摇头，是我的眼睛，我现在看东西会有残像，好像看到的影像会在视网膜上停留几秒钟。黄小桃盯着我的眼睛说，太不可思议了，难道这次死里逃生让你那双奇怪的眼睛升级了？对了，我还想做一个实验，我想看看我的眼睛是不是自带威慑力。那天竟然能够吓退一个杀手，可见这威慑力不一般。正当我要开始的时候，宋星辰推门进来解释说，对黄小姐使用冥王之瞳，恐怕会破坏你们的关系。我惊诧地转头，你说什么？宋星辰正色说道，能不能请黄小姐回避一下，我有些话要对我家小少爷说。我请求说，让小桃留下吧。宋星辰问道，你们会结婚吗？我和黄小桃同时叫道，什么？黄小桃脸颊红了一下。宋星辰淡淡地说，宋家的秘密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，这是祖训，除非你现在当场向黄小姐求婚，并且她答应你的求婚，否则她必须出去，不然就得被灭口。我看着黄小桃，她的脸已经红到耳根。我说，小桃，我这种场合怎么可能求婚呢？再说我们的关系才刚刚开始而已。话到嘴边，我又改口了，我以后会在适当时机告诉你的。黄小桃笑道，不要紧，我相信我会知道的。她在我脸上亲吻了一下，出去了。黄小桃走后，宋星辰把门锁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根蜡烛，
在病床旁边柜子上点燃。他说：“盯着火苗，把他想象成你的敌人，全力瞪他。”你在开玩笑吗你？宋星辰冷冷地板着脸。你看我像吗？我照他说的去做了。当我瞪着火苗的时候，它竟然闪烁了一下，熄灭了。我一阵难以置信，这不可能啊！目光怎么会让蜡烛熄灭呀？一定是风吹的。宋星辰划了一根火柴，把蜡烛点上。不信的话，再试试。我又试了一次，蜡烛竟然真的可以被我叮灭。试完之后，我就又感觉头脑发晕，意识开始模糊不清。宋星辰说：“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再用一次你就该昏迷了。记住，一天顶多使用3次。”我叫道：“给我镜子。”宋星辰递过来一面镜子，我对着镜子发动动幽之瞳，发现我的瞳孔居然分成4层，从里到外都是红色，并且颜色不断加深。宋星辰说：“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宋家最顶级的眼睛，冥王之瞳。”冥王之瞳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？宋星辰说：“因为宋家有史以来，只有你一个文宋觉醒了。这样说并不准确。确实，我们宋家的动幽之瞳只是残次品罢了。”宋星辰娓娓道来，动幽之瞳的创始人是宋家祖上的一名医术通神的老捕头。一次意外的机会，让他发现东北虎即使死后，眼睛也自带一股威慑力，可以让群狼望而却步，便想能否将其在人类身上再现。于是他用药物和针灸刺激自己的眼睛，可惜他失败了，最后落得双目失明的下场。这位前辈并不甘心，又用自己的儿子试验，在儿子满月之后，用药水每天洗他的眼睛，最后阴差阳错地搞出了动幽之瞳，可以在黑暗中视物，或者能够动幽秋毫。初期的配方十分危险，极易造成双目失明。后来经过几代前辈不断将配方改良，就有明瞳散这种药物，让入世的宋家子弟多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。直到两广第一捕头宋不平这一代，动幽之瞳才真正被宋家了解。宋不平在一次任务中被人刺伤，生命垂危，死里逃生之后，眼睛竟然发生了质变，可以虎目摄群狼，连心理素质再强的人都不敢直视他发怒时的眼睛。宋不平管这双眼睛叫做冥王之瞳，因为冥王在中国古代是冥界十殿阎罗的合称，世间也只有冥王的眼睛能够震慑一切生灵。那时宋家人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动幽之瞳是可以觉醒的，只不过这个条件非常苛刻，必须死过一次。后来有人刻意尝试，却白白丢掉性命，因为生死的界限极难把握，根本就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。自此之后，为了防止宋家子弟为了追求这双眼睛自残自杀，前辈们便把关于冥王之瞳的一切记录全部烧毁了。那位创造它的前辈也没有留下姓名。冥王之瞳仅在武宋这一脉里口耳相传，渐渐成了神话般的传说。其实宋星辰看见我的眼睛之前，根本就不相信它的存在的。宋家历史上拥有冥王之瞳的只有2个人，全部都是武宋，我是第3个，也是唯一的一个文宋。失传已久的冥王之瞳竟然出现在我身上，拿宋星辰的话来说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我看着柜子上余烟袅袅的蜡烛，说：“用目光熄灭烛火，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呀？”宋星辰微微耸肩：“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可供研究的样本实在太少了。”我想了想说：“
我想应该是生物脉冲吧。生物脉冲是人大脑中传递信息的介质，总电量加起来可以抵得上1节电池。越南曾有个特异功能人士，可以通灵，从别人的眼睛中夺取到一些模糊的画面。有专家认为它是基因突变，眼睛演变成一种生物脉冲的接收器，可以接收到别人的生物脉冲。相反，我的眼睛可以释放一部分生物脉冲，尤其是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，这种能量直接作用在对方的神经中枢，让对方无比恐惧。宋星辰抱着双手打着哈欠，口齿不清的敷衍说：是，有道理。这家伙似乎对科学解释什么的根本就没兴趣，说了一堆话，完全是对牛弹琴，令我一阵恼怒。宋星辰连声说道：别对我用，我怕你昏迷过去，没法说明。我问道：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？他说：你的冥王之瞳尽量少用，宋不平曾经把一个犯人看疯掉，再一个对你也有一定副作用，就是容易昏迷。我说：那大概是因为大脑供血不足，保护性昏迷吧。对了，我的眼睛平时看东西有残像，这也是冥王之瞳的功效吗？这个我不清楚，我师父并没有对我提过，你自己慢慢摸索吧。这双眼睛也许需要花点时间来适应，但总体来说我心中还是挺高兴的，又有了一丝小小的遗憾，可惜爷爷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宋星辰认真地说：从现在开始会更加密切地保护你，一方面你的命更值钱了，另一方面将被残刀盯上你了。我诧异地说：你说什么？他才是幕后主使吗？宋星辰摇头：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是宋家几位德高望重的叔公不让我说。其实江北残刀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组织。你爷爷对付了那个凶手留下的暗号，不是指他自己，而是指这个组织。我恍然大悟，难怪之前孔辉对江北残刀这4个字讳莫如深，原来我想错了，在他眼里这是组织的名号，我却一直当作一个人。宋星辰继续说：我们宋家和江北残刀争斗的历史漫长到你想象不到，甚至连宋家最闪亮的一颗星提刑官宋慈，也只能在人生的最后一案中和第1代江北残刀同归于尽。当年你爷爷一意孤行的要扳倒这个怪物，几位叔公给他留下了最后的通牒，勒令他不许再查下去。所以我也劝你量力而行。每一代宋家子弟都想扳倒他，但是做不到。他就像癌症一样不断扩散，吞噬新的细胞，变得无比的强大。我们宋家曾经遭受重创，差点满门覆灭，所以后来才有了不官不仕，明哲保身这条祖训。以上这些话你绝对不要告诉第3个人，否则你以后就见不到我了。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在我面前单腿跪下。我问道：你要干嘛？小少爷，这次是我保护不力，你有权利执行家法。我好奇问：什么家法？他把唐刀拔出一截，砍掉我一根手指或者耳朵，你只需一声令下，我自己动手。我一阵苦笑，宋家还有这么严厉的家法呀？看宋星辰这么认真，不给他一点惩罚是不会罢休的。我说：宋星辰听令，这次你保护不力，我代表宋家执行家法。宋星辰把头埋得更低了，我正色说道：给爷笑一个。他诧异地抬起头。我说：怎么了？认识你以来你从来没有笑过，给我笑一个，你必须完成。宋星辰慢慢地调整面部肌肉，牵强地笑了笑。
我不得不承认，他这张脸也许生下来就没有笑的功能。我挥了挥手，算了，你出去吧啊。小少爷，你好好休息。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叫住他。对了，留个手机号码。手机丢了。我命令你去买一部最新的苹果叉，方便我以后找你啊。等我康复出院的时候，也好叫上你一起开庆功宴呢。宋星辰微微一笑，知道了。我也笑了。你这次笑的比刚刚的好看一些。按宋家辈分算的话，宋星辰也许是我堂哥，不过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关系，我很少和他说过这么多话。其实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经拿他当成一个朋友了。出院这天，王大力开车来接我，看他的车往市里开，我随口问道：“不回学校吗？”王大力回答：“杨子，你住院住傻了，我们已经毕业了。我在店铺附近租了一个房子，以后啊，咱们就住那儿了。”望着窗外，我心中便感慨了，从此正式走上社会了。来到他的卫生巾店，王大力告诉我住院这几天呢，他把周围几家大超市的销售渠道都打开了。一方面他嘴皮子练熟了，一方面呢也是货确实好，口碑带动销量，叫我待会儿办张信用卡去，他给我打头1个月的工资。我推辞说：“真是太惭愧了，我一点贡献也没有，白捡胜利果实。”王大力切了一声：“你能别说这种见外的话吗？没有你那笔启动资金，我也弄不起来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卫生巾这玩意儿确实好卖，完全不担心滞销。我现在几乎不跑去跑销售了，整天跟物流公司打交道。”王大力现在是3句话不离老本行，开口闭口就是卫生巾呢。我们来到他租的房子，我宿舍里东西都被搬过来了，外面还有一个小阳台可以俯瞰下面的街景。屋里虽然有些乱，但是挺温馨舒适的。桌子上放着一些吃剩的外卖盒子，洛悠悠正在玩电脑，看见我进来，站起来客客气气的鞠躬说：“松阳学长好。”我好奇说道：“你也过来帮忙了？”洛悠悠甜甜的一笑：“我马上大3就结束了，暑假过来给大力哥勤工俭学。”我点点头，挺好的。人一旦转了运，谁都拦不住。上个月王大力还是一个打饭都要看价格的穷困学生，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，还有可爱的女朋友，当然他们俩还没正式确立关系。王大力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沾着血的毕业证书递给我：“杨子，这是毕业那天我帮你捡回来的。”我打开一看，证书上沾着我的鲜血，字迹都已经模糊了，一片暗淡的鲜红包围着宋阳这个名字，似乎带着某种寓意。我心中一阵感慨，这份毕业证书真够沉重的。洛悠悠兴奋地说：“宋阳学长，上个月发生的事件呢，现在整个学校都在说呢，大家都说你那天超帅的，一个人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，保护了校园，好可惜我当时不在场啊。”我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事情，都有种恍如隔世之感，当下摇头就说：“可惜很多人都没救下来呀。不过现在我这个瘟神走了，学校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了吧？”洛悠悠又说道：“对了，受你的影响，现在学校里兴起了好几个推理协会，福尔摩斯协会、古代法医研究协会，我有个同学呢是推理协会的理事，说想请你去给大家上一课呢。”我连连摆手：“不去不去，我现在对学校有点心理阴影，暂时不想再踏足学校了。”我这话纯属是借口。洛悠悠关切地问：“是吗？要不要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啊？”随后我们出去吃了一顿饭，王大力把我当大病初愈的病人看，油腻辛辣的食物都不敢点。我受的伤虽然挺吓人的，其实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，也就是左胸口多了一道小小的小指长的疤而已。
吃完饭，我想去一趟市局，因为我今天是提前出院，黄小桃他们都不知道，不然怎么会没来接我呢？我想过去和他们打声招呼。王大力要开车送我，我说你往你的店去吧，我走过去。王大力说那怎么行啊，车本来是你的，当时说好了我给你当司机的。我摇了摇头，我躺了半个多月，想散散步。这里到市局就20分钟路程。当我走到局里，不少年轻警察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，关切地围上来嘘寒问暖，老警察则笔直地冲我行礼。我笑着一一打招呼，被人当作焦点的感觉挺不自在的。这时一个有如黄莺出浴般脆生生的声音传来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美女跑了过来，大喊了一声宋阳哥哥。我一阵惊讶呀，竟然是孙冰心。眼前的她简直大变样了，从头到脚白衬衫、工装裙、丝袜和红色小皮鞋，披着一件白大褂，头发也扎了起来，看着比之前成熟多了。看她胸口佩戴的牌子，应该只是实习入职，警队里有严格的着装规范，黑丝白丝牛仔裙是不让穿的。孙冰心冲刺过来跑向我，小皮鞋在地板上发出嘟嘟的声响，最后一段距离干脆伸出手滑行过来，重重地扑在我怀抱里。孙冰心百感交集地说太好了，你终于平安无事了。我挨了一撞，装出一副胸口很疼的样子。哎呀，我的心脏！冰心妹妹，你想把我直接撞进停尸房啊你？孙冰心吓得瞪大眼睛，羞愧地说对不起啊，我太激动了。没事没事，你现在都是正式法医了，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冒冒失失的？他吐了吐舌头，在你面前我永远是这个样子。你的心脏还难受吗？我说不要紧的，他非要把耳朵贴过来听。正当我们保持这个姿势的时候，黄小桃从一扇门里走出来，撞见这一幕，眼睛瞪得很大，嘴慢慢的张开。我一阵尴尬，黄小桃走了过来，将手里文件往孙冰心脑袋上一拍。工作期间注意点人民警察的形象好不好？孙冰心捂着脑袋说小桃姐姐，宋阳哥哥回来了。黄小桃一脸的好笑，我看见了，用得着你说呀？黄小桃冲我笑了笑，在医院现在待不住了？别提了，整天除了吃就是睡，无聊的都要长草了。你瞧我长胖没有啊？黄小桃拿手摸了一下我的脸颊，没有啊，还是老样子，又帅又萌。孙冰心挥舞小拳头抗议，工作期间注意点人民警察的形象好不好啊？黄小桃辩解说，我这只是对同事正常的关心。孙冰心也伸手过来摸我另外半张脸，上行下效，那我也这样咯？不行！黄小桃大喝了一声。孙冰心撅着嘴，为什么不行啊？黄小桃指指孙冰心的胸牌，实习法医孙冰心就说，因为你爸叫我管着你。两个人手把手搭在我脸上，互相瞪眼，目光中好似有噼里啪啦的电火花在碰撞。我苦笑说，那啥，珍贵展品请勿动手啊。两人扑哧一声乐了。这场小小的争斗总算结束了。孙冰心说，宋阳哥哥，我在法医实验室里，待会过来找我玩啊。我点点头，好的好的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黄小桃叹息说道，把局里当自己家，真是任性胡来的大小姐脾气。我笑了笑，问起黄小桃的近况，她一切都好，还是老样子，忙。我说，对了，我今天来想见见邓超和孔辉，他们还在这儿吗？黄小桃摇了摇头，这两人由于犯罪性质特别恶劣，加上背景复杂，已经被转移到监狱，有公安厅派来的专员在看守。开庭之前谁也接触不到他们，不过我可以给你看看审讯记录。邓超和孔辉二人被捕之后，
警方对他们进行48小时的疲劳加强审讯。邓超由于手被砍掉，加上复仇计划破产，整个人完全处于疯狂状态，不停地试图自残和伤害审讯员，没有问出太多情报。大部分口供都是孔辉提供的。原来由于我接连几次损害组织的利益，加上我又是宋兆林的孙子，他们开始盯上我，但是不打算自己出面，于是买通了一个死刑犯，设计将邓超从豹子山监狱营救出来，并对他进行3个月的特训，将他培养成一名一流的杀手，准备除掉我。原计划只是一场普通的暗杀，却没想到邓超被仇恨支配，炮制了一场血腥的毕业典礼。组织觉得邓超已经失控了，才派出孔辉来善后。孔辉个人是不情愿的，但组织命令他将功补过，他不得不从。邓超并不知道孔辉的存在。那天孔辉乔装打扮，混在大礼堂的人群之中，在邓超展开行动的时候把校长绑架，暗中调包。原本想趁机干掉我，却没想到邓超突然被捕。他意识到再不动手就没有机会了，而组织对失败者的处罚是极其残忍的，于是才在递毕业证书的瞬间给了我一刀。孔辉供称，组织内部等级森严，都是单线联络，跟过去的地下党一样。他自己只是外围成员，每次从接头人那里得到指令领取报酬，并不知道上层是谁。架不住疲劳审讯的孔辉供出一个代号训狗人，这是他的接头人，警方目前正在展开调查。看完审讯记录，我心中有一丝小小的遗憾。其实我是存着一丝私心的，我想拿2个人实验一下我的冥王之瞳，但这事儿不好让黄小桃知道。我说，邓超这回应该死定了吧？黄小桃点点头。杀了那么多人，死刑是跑不了的。孔辉顶多是杀人未遂和绑架，估计会被判个几10年吧。费尽全力逮捕的罪犯，竟然只是组织的一枚弃子，我心中一阵失落。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组织究竟有多么的强大呀？我问道。对了，最近有什么案子需要我帮忙吗？南江市最近风平浪静，国泰民安的，没什么大案子，也就昨天逮到一个杀妻的男人，证据确凿，现在正审着呢。说话间，一个男人从审讯室里被带了出来，看见站在走廊里面的我和黄小桃，男人大喊：警官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呀！我指着男人说，杀妻的就是他们。对，别听他瞎喊，进来人呐，10有8、9都说自己是冤枉的。出于好奇，我用动幽之瞳观察了一下他的微表情。在医院这阵子，我反复试验过，只要我情绪不激动，还是可以动用动幽之瞳的。我看到的结果显示，这男人没有撒谎。见我定定地盯着疑犯看，黄小桃说：你放心啦，我手上还能有冤假错案不成？走，吃饭去。刚吃过了。对了，让我看一下这案子的卷宗吧。黄小桃笑道：怀疑姐抓错人了吗？你居然还不相信我，真是太伤姐的心了。别想太多了，就当我闲着没事干吧。要是这案子确实没有疑点，我请你喝咖啡就当作道歉了。黄小桃嗤之以鼻地说：喝咖啡有什么意思呀？我让你穿上我规定的衣服，伺候我一晚上。我心想，什么叫做规定的衣服呀？光着身子穿围裙吗？这个赌注实在有些大呀。我一阵犹豫，黄小桃故意激我：怎么，宋大神探胆怯了？我盯着他的眼睛说：万一这案子有疑点呢？黄小桃自信地昂起头：你说怎么办？你也穿上我指定的衣服，做我指定的事情。好啊，
这就拿卷宗给你看，你可以给你家王大力打个电话，说你晚上不回去了。我跟黄小桃来到他的办公室，他把厚厚的一沓资料给我，卷宗还没整理，全都是第一手资料，现场照片、政务清单、口供记录等。我坐下来翻阅的时候，黄小桃用手机叫了外卖。我快速浏览了一下，这起案件其实挺简单的。昨晚大概7点左右，夫妻2人从外面回来，邻居看见他们在楼下吵了起来，一直吵到家里，随后有摔东西的动静。据犯罪嫌疑人自己交代，争吵原因是妻子在车上发现一条女士情趣内裤，质问丈夫是怎么回事。8点左右，邻居听见摔门而去的声音。10分钟以后，出门倒垃圾的邻居闻见门里有血腥味，急忙敲门，却无人应答。邻居以为是妻子想不开自杀了，便给丈夫打电话。20分钟后，丈夫赶回来了，进门第一时间把门关了，大约有5分钟才开门，惊慌失措地说妻子自杀了，叫邻居报警。这5分钟的时间实在是很耐人寻味呀。丈夫在审讯中称，他只是对一些自己不利的东西给藏了起来，与命案绝无关系。他确实有外遇，由于他的事业机关工作，外遇对象也是单位同事，此事如果宣扬出去，怕工作不保，所以不想被警方知道。可是警方却在抽水马桶里找到一块烧成灰烬的布，上面化验出一些油脂和汗水，而凶器水果刀也有擦拭指纹的痕迹，但是没有擦干净，反而欲盖弥彰。死者是被这把水果刀划破喉咙，在地上挣扎着爬行了一段距离，想拿起电话报警，结果把茶几上的东西全部弄到地上了。被鲜血浸透的地毯上找到了2枚清晰的鞋印，和丈夫平时在家穿的拖鞋是一致的。拖鞋有清洗过的痕迹，但是缝隙里化验出妻子的血了。被问起8点之后干嘛去了，丈夫说出去喝闷酒了，但也被证明是撒谎。他跑到外面和情妇打电话，说他很快就会摆脱这个黄脸婆。此外还有一段重要的目击证词。7点50左右，邻居听见丈夫声嘶力竭的大喊我杀了你。看完之后，我沉吟良久。黄小桃一边吃着盖浇饭一边说，还觉得有疑点吗？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那条变成导火索的内裤事后证实确实是小三的。我皱眉说，一切都合情合理，但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。黄小桃大笑，就别负隅顽抗了，并不是每个案件都那么复杂。你这个聪明脑袋就是喜欢把所有人都想复杂。其实啊，这种没经验没智商的犯罪比比皆是。然后他愤愤地说，包养小三，杀害糟糠之妻，这种人完全用不着同情。我又看了一遍资料，这时候黄小桃的外卖吃完了，正拿着手机在订衣服。他的3围大概是，管家夫晚上能送到吗？啊，好的，我的地址是……我瞪大眼睛看着他。黄小桃挂断电话。愿赌服输啊，你今天晚上给我扮演管家。我沉吟了片刻，忽然开口问道，这是一个杀人犯自然合理的反应吗？黄小桃扬起眉毛，什么意思？一刀割断咽喉，如此动机明确毫不拖泥带水的杀人手法，和他之后的表现完全判若两人呢。他为什么当时不立即收拾现场，还要出去溜达一圈，等邻居发现之后并打电话，才傻乎乎地进行掩饰呢？黄小桃解释说，他是第一次杀人，也有可能当时吓坏了，出去冷静一下，
才想起来要销毁证据。我沉声说，而且从照片上看，这一刀如此专业，是一个新手干的吗？黄小桃说，人在气头上什么都能看出来，他是个身体健康的中年男性，完全有力量看出这一刀。我叹了口气说，一切不合理的点都可以用看似合理的解释含糊过去，但这不是警察该干的事情。警察应该抓住每一个疑点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哟，还教育起我来了啊？你就是不想穿管家服给我端茶倒水是吧？放心吧，这件管家服是很帅气的，保证你穿上就不想脱下来。我笑道，我要面子，但是更爱真理。这句不伦不类的名言是哪位大仙人说的呀？哎，你是不是记错了呀？我记得原话不是我爱谁谁，但更爱真理吗？我脸上一红，就当是满足我的好奇心，让我去见见嫌疑人。真要是我多想了，今晚我做牛做马伺候你。好吧，我现在就安排审讯。我摆摆手，不用那么正式，我去拘留室跟他聊两句就行了。我和黄小桃来到拘留室，犯罪嫌疑人丁某萎靡不振地坐在拘留室里。大概由于事业单位油水比较大，他长得大腹便便，红光满面，一看见我们来就激动地扑到铁栏杆上，大声喊着：“警察同志，我冤枉啊！我真的没有杀妻啊！”我安慰说：“你冷静一点，我就是来问这件事情的。”丁某拼命点头，两眼含着眼泪。黄小桃给我搬了一张椅子过来，我小声说：“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交代一遍。如果你撒一句谎，我马上走，你自己找律师帮你吧。”丁某瑟瑟发抖地说：“不敢，我保证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”他的样子虽然紧张，却没有掩饰。丁某开始诉说了，昨天是他和妻子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两人下班之后找了一家不错的馆子吃饭。原本气氛融洽，结果回来途中，妻子在车座下面发现了一条内裤，两人大吵起来。说起那条内裤，丁某当时一眼就认出来，确实是他偷情对象的。可是他在外面偷腥一向很谨慎的，从没带到车上过，鬼知道这条内裤是从哪里来的。夫妻俩平时生活在一起，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感觉得到。妻子早就知道他不老实了，与其说是这条内裤引发的矛盾，还不如说是矛盾的集中爆发。说起偷情这事儿吧，丁某也怪委屈的。他在家里一直没什么地位，前几年工作也不顺利，买房的钱还是妻子家里垫的。妻子平时对他是颐指气使，他过得很压抑。后来单位有一个对他特别崇拜的晚辈，两人就自然而然地擦出火花来了。我皱着眉头说：“谁要听你这些破事啊？说正经的。”好的。丁某拼命点头，接着诉说：昨晚夫妻俩从楼下吵到楼上，惊动四邻，妻子把他以往的破事全抖落出来了。丁某自然不服气，顺手砸了几件东西，妻子也跟着砸。后来丁某大喊了一声：“我杀了你！”妻子用同样的音量吼回来：“你试试！”之后丁某摔门而去了，想去喝点闷酒，就发现没带钱包，于是给小三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受够了，早晚要跟这黄脸婆离婚什么的。电话还没打完，邻居就打来电话说家里出事了，他立马就赶了回来。这个地方我打断他，严厉地吼道：“你没有立马赶回来，邻居是8点10分发现家里传出血腥味，你用了20分钟才赶回去，不许对我撒谎。”丁某拼命地否认：“警察同志，我当时马上就赶回来了，并没有故意拖延时间呢。”“你当时去哪儿了？”“附近的一个小公园。”“路上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吗？”“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她毕竟是我老婆，一听说她出事儿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”
我沉吟片刻，让他继续说。丁某赶回家之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是妻子的尸体。他吓呆了，随后发现地上掉出几张发票，也不知道是妻子还是凶手翻出来的。那是他给小三买包包和衣服留下的，而且这笔钱还是客户给的回扣。丁某心想，此事要是曝光，他肯定要被单位开除，于是就赶紧把发票给处理掉了。他把发票撕碎，放进洗手池中冲走了，然后才打开门叫邻居报警。可是没成想，警察来了之后勘察一圈，二话不说就把他戴上手铐。他一路上不知道喊了多少次冤枉，可是根本就没有人信他。讲完之后，丁某举起手来：“警察同志，我说的这些句句属实，若半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。”我不需要他赌咒发誓，我一直用动幽之瞳在观察他。从微表情判断，他说的确实是实话。我说：“我会去再调查一遍的。”起身离开的时候，丁某在后面激动地喊着：“谢谢，谢谢呀！您真是青天在世啊！”然后传出一阵咚咚的声音，扭头一看，他居然在拘留室里跪了下来。出来之后，黄小桃说：“这些证词没有法律效力的，我国法律重物证轻人证，在铁证如山面前，他的一面之词是不会被采纳的。”我点头说：“嫁祸者也很明白这一点。”黄小桃微微一惊：“什么意思？”我冷冷地翘起嘴角，我觉得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嫁祸案。黄小桃摇头否认说：“他只不过是一个小科员，嫁祸他有什么意义呀？而且你的推测仅仅是建立在相信他的话的基础上，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啊。”我说：“但他确实没有撒谎。你的眼睛也不是万能的，你忘了，当着你眼睛撒谎的犯人可不止一两个了。”我承认黄小桃说的有道理，便说：“那我们就各自带着疑惑去调查好了，真相要越辩越明。”黄小桃提醒说：“不过这个案子目前已经结束调查，马上就要走司法程序了，你的时间不是无限的，顶多就3天。”我一下子又鼓起干劲说：“老规矩，先看看尸体。”我和黄小桃来到法医实验室里，只见铁架床上用白布覆盖着一具尸体，旁边的铝盆里还放着摘取出来的人体器官。除了内脏的骚臭味之外，我还闻到一股茶香。孙冰心正趴在旁边桌子上写东西，旁边还放着吃了一半的甜甜圈，还有用保温壶盖子装的蜂蜜茉莉花茶。黄小桃叫道：“孙大小姐，工作期间吃东西，你是来玩的吗你？”我感觉这不是关键吧，关键是孙冰心竟然在这种场合吃东西。孙冰心在椅子上转过来，活动了一下肩膀，就说：“太无聊了嘛，原来当法医天天要写报告，写得我都要累死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也当仵作好了。”我笑道：“仵作不收女弟子。”孙冰心跑过来，从口袋里取出一副平光眼镜戴上，眼镜很大，几乎覆盖半张脸。他说：“孙哥哥，大家都说我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戴上眼镜是不是显得成熟多了？”我点点头，完全像变了个人呢。孙冰心很受用的笑笑，黄小桃却吃醋地说：“但什么都掩饰不了你那一脸的幼稚，你才幼稚，哼！我哪里幼稚了？说别人幼稚的人，自己才最幼稚。不知道幼稚的人才是最幼稚的。”两人就像蟋蟀一样，见面就要斗两句。我打断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两个注意点形象啊！对了，
我来看一下那桩杀妻案的尸体。孙冰心惊讶地张大嘴巴，可是尸体我已经解剖了呀。我摆了摆手，不要紧，随便看看。孙冰心揭开白布，下面露出一具已经被打开胸腔的女性尸体。黄小桃可能许久没看到这幅画面，不太适应地捂住嘴。孙冰心问道：小桃姐姐，喝茶吗？黄小桃瞪他一眼，从孙冰心那一脸贼笑就看得出来，他是故意这么说的。我说：你有什么发现吗？孙冰心两手插着口袋，挺有法医范儿的，绕着停尸床转圈说：死亡时间大概为昨晚7点半到8点左右，死因是喉部颈动脉断裂导致血液逆流引发的窒息与休克。死者身上没有搏斗痕迹，也没有化验出任何的药物，除了自己在挣扎过程中撞出的淤伤之外，没有其他外伤。孙冰心指着旁边一个装着流质的塑料袋说：那是死者的胃容物，里面有最后一顿晚饭，吃的是海鲜什么的。通过食物的消化程度，可以把死亡时间再精准地缩短几分钟。我接过话茬，总而言之，死者一定是8点钟之前死的，对吧？孙冰心点头。我戴上一副橡胶手套，检查了一下伤口，伤口十分平整，是从右往左划的。从倾斜角度看，凶手的惯用手应该是左手。我回忆了一下，犯罪嫌疑人丁某也是左撇子。孙冰心递过来一个装在袋子里面的水果刀，刀子挺锋利的，上面沾了一些凝固的血迹。他说：这就是现场找到的凶器，和伤口完全吻合。凶器没有什么疑点。我掰开伤口看了一下，声带里面灌了一些血。啊？孙冰心凑过来看，哎，真的耶！人的声带位于咽喉中部，是由声带肌、声带韧带和黏膜3个部分组成，开合速度非常快。你听说过有人声带呛水的吗？几乎没有。声带有血就意味着死者开口呼喊的一刹那就被凶手一刀砍中喉咙，这种反应速度只有训练有素的高手才能办到。死者瞳孔扩张得很大，表情呈现出一种极度的震惊。我拿起他的四肢活动了一下，捏了捏，叫孙冰心去看骨寮取一些东西过来。我和黄小桃简单聊了几句案情的事情，一会儿孙冰心回来取来听骨木、1瓶药水和几根银针。我用银针沾沾药水，扎进死者腿部的几块肌肉里面。黄小桃问：这是做什么呀？测酸碱度。酸碱度？黄小桃一脸的雾水。仵作确实有用酸碱度来验毒的手法，但是这一次我并不是在验毒。等了大约5分钟，我才把银针抽出来。两人惊叫道：哎，变色了！这是中毒了吗？我笑道：不是的，只是死者在死前一瞬间释放大量的肌肉酸，所以涂了碱水的银针才会变色的。所谓肌肉酸是一种乳酸，在肌肉高度紧张的情况之下会释放出来，普通人运动之后会感觉肌肉酸疼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黄小桃问我这代表什么意思，我并没有马上说，而是拿着听骨木去听死者的各个关节，另一只手慢慢校正他肢体的位置，将其还原成死者死前的一瞬间姿势。由于死者是平躺着的，看起来不明显，我重演了一下。死者当时双手前伸，双腿紧绷，腰部朝左侧拧。黄小桃说：这个动作，死者当时似乎在抗拒什么，但也不奇怪，看见别人拿起刀要伤害自己，谁都会有这个动作呀。我说，并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。
林某说过，他在家里没有地位。假如这样一个男人拿起刀要伤害妻子，妻子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？孙冰心一口回答：反抗。我微微一笑，没错。黄小桃摇头说：我觉得这纯属牵强附会啊。无论平时关系怎么样，在遭遇致命威胁的时候，人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会使他做出抗拒动作呀。打个比方来说吧，我突然走到黄小桃面前，几乎冲她脸冲脸。黄小桃纳闷地说：你干嘛呀？你干嘛不躲呢？黄小桃好笑了一声：哼，我跟你很熟啊，你又不会伤害我，我干嘛要躲呀？孙冰心略显不快地皱起眉，这个誓言虽然有些突兀，但是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。我解释说，心理学上有一个安全距离的说法，普通的社交距离大约是1米左右，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舒适距离呢，大约是半米到1米，非常亲密的人之间距离是半米到0距离。假如陌生人跨过安全距离，被侵犯的人会本能地感到紧张不安，而死者表现的种种体征不像是面对自己的丈夫，更像是面对一个陌生人。黄小桃慢悠悠地说：我觉得吧。这时候我从地上影子看见孙冰心正在接近我，突然他从后面靠近，将一件硬物顶在我的喉咙上，说：假如关系特别近的人要伤害你呢？由于我早就发现了，所以没被吓一跳。孙冰心失望地说：你怎么反应这么迟钝呢？我笑道：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来真的。他手上拿的是他那副眼镜。我继续解释说，人的行动绝对不会违反性格，在死者眼中，向来懦弱的丈夫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的。就算丈夫手持水果刀冲过来，他也不会表现得如此惊恐，没有一丁点反抗动作。黄小桃说：仅凭这些是说服不了我的。我点点头，我也没指望说服你，我只是在捕捉一些推翻成见的蛛丝马迹。黄小桃问：说一句可能会得罪你的话，你在走进屋子之前就有了结论，然后想方设法证明，还是说看见尸体之后才有了结论呢？我毫不避讳地说：我这一次确实是先入为主，我提出了一个丁某无罪的假设，然后证明他。但是我的观察绝对是客观的。黄小桃说：既然都已经先入为主了，你又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客观公正呢？我一阵沉默，可能是刚刚出院，我的精神还没有恢复。老实说，刚刚的一番思考就有点头晕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冥王之瞳的副作用。我摇头叹息说：我现在确实没法说服你，我出发点很简单，只是觉得丁某没有杀人，他不像一个杀人犯。行了，为了让你死心，我们现在再去现场看看。孙冰心叫道：我也去。黄小桃呵斥了一声：写你的报告去。我跟黄小桃纯粹只是就事论事，绝不会上升到抨击对方的高度上。出了门，他还在问王大力的生意怎么样。上次我带给他的卫生巾感觉质量还不错，他在同事中间宣传，为我争取了一些客户。我说：行啊，下次我过来时候给你们带一批货吧，算批发价。黄小桃拒绝说：不用，你们也要挣钱呢，是什么价就什么价吧。我们去停车场取了车，开出停车场的时候，我看见孙冰心挎了个小包站在门口，他换了一身方便出门的装扮。黄小桃皱眉说：出门没看黄历，旁上个碰瓷儿的呀。随即探出脑袋说：滚回去写报告，不然我告诉你爸。孙冰心撅着小嘴：不，我就要去，我在局里待的都快发霉了，你平时又不让我出现场，今天难得有机会。黄小桃说：
服从命令。孙斌心针锋相对，你又不是我直接上级，我干嘛要服从你的命令啊？带我的法医老师都说了，斌心呀，你在这里只要别太过分就行。黄小涛无奈地打开车门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服了你了，上车吧。孙斌心欢呼雀跃，小桃姐姐最好了。黄小桃苦笑说，这拿这个大小姐没办法呀，孙老虎把她丢给我，还不如找一个保姆呢。我也笑了笑，孙斌心平时跟我撒娇耍赖，我也没辙呀，但是这是他可爱的一面。我们3人驱车来到犯罪现场，由于是居民区，加上调查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不必专门派人保护。上楼之后，黄小桃准备用钥匙开门，我说等一下。我弯腰检查钥匙孔，看有没有被撬过的痕迹，结果并没有。推门进去，孙斌心惊呼了一声，屋子里到处是血，一片狼藉，地上用绳子圆了一个死者的轮廓，放了一些标号牌，是证物掉落的位置，当然证物已经被拿走了。黄小桃把手一指，瞧，一览无余，没什么线索吧？线索不会在眼睛看得见的地方。丁某说他把发票冲进下水道，我想找找看，看他有没有撒谎。我们套上鞋套，走进厨房。水池下面的水管和大部分家庭一样是 U 字形的。我戴上橡胶手套去拧管道底部的盖子，哗啦一下，污水流了出来，溅了我一身。污水里面有鸡蛋、菜叶子、米粒和一些油腻的污垢，看着挺恶心的。我一眼就看见几片小小的纸片。我叫孙斌心给我拿个镊子，把纸片一一捡起来。这仅仅只是一部分，拼不出内容来。我拿起一小片，对着光线打量着。这确实是打印票据用的热敏纸啊，应该是发票没错。黄小桃说，那也不能断定就是当时冲下去的呀。我抬头问道，这个问题很简单，明星妹妹，纸浸泡在水里面的时间可以化验出来吗？孙斌心点点头，虽然没有这种化验项目，但是我们可以用相同的纸质来作为试验，应该是可以办到的。这样就行了，总算有了一样可以称之为证据的东西了。黄小桃立即给我泼了一盆冷水，但这不是绝对性证据啊，发票是不是案发之后销毁的，并不能直接证明死者是不是丁某所杀。那咱们再四处看看。返回客厅之后，我环顾四周，突然瞪大了眼睛。等一下，客厅里有一个巨大的破绽，你们瞧出来没有？孙斌心四下看了看，是死者躺的位置吗？黄小桃直言不讳地说，宋阳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我什么也没看出来呀。我指着地上打翻的水果分析说，这些应该是摆在茶几上的吧，你们仔细看看是哪些水果。那些水果分明是香蕉、橘子、荔枝。孙斌心恍然大悟，没有一样需要削皮的。我点头说，一点也没错，这把水果刀不该放在茶几上。黄小桃摇头，太牵强了吧，普通家庭在茶几上放把水果刀，这很自然而然呢。我爸的卧室里面还挂把日本刀呢。我笑道，哼，你爸好梦中杀人吗？黄小桃也笑了，不要岔开话题，接着说案件啊。我指着书架的 CD 架就说， CD 全部按字母顺序排列，书籍也是分门别类的放好，这说明女主人是一个非常在乎整洁的人，甚至有点强迫症。这样的人往往喜欢将用完的东西收回去。对了，我们去厨房看看。我们来到厨房，刀架上果然少了一把刀。我说，刀是有人从这里拿走的。
黄小桃仍然不太信服。我拿起刀，一把一把用鼻子去嗅。这把是切肉的，这把是剁骨头的，这把是切热食的。当我拿起最小的一把刀时，闻到上面有一股苹果皮的味道。过去检查一下垃圾桶，没有及时清理的垃圾桶里面确实有吃完的苹果。我举起那把小刀就说：“这把才是真正的水果刀。”闻听此言，黄小桃错愕的瞪大眼睛。黄小桃良久不语，似乎是内心受到冲击了。我和孙冰心留在厨房继续调查。几分钟之后，黄小桃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宋阳，这次你错了。”他手上举着一张照片，是女主人在客厅拍的，另外放着一把水果刀，就是凶器那一把。黄小桃说：“这是我从相册里面找到的，看来你鼻子不灵了嘛，凶器才是真正的水果刀。”我盯着照片，可是果盘里面当时有水果呀。黄小桃摇了摇头：“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是水果刀。一般来说，家里刀呢是不会乱用的，尤其是切水果的刀。”我一瞬间哑口无言。我和黄小桃在互相反驳对方的观点，这场思维的较量，终点就是到底丁某是不是凶手。现在他确确实实将了我一军。孙冰心突然叫了一声，我以为他有什么发现，没想到说的话却是：“这套刀具我家以前也有啊，是万达超市店庆的时候拿积分兑换的，很难买到的。”黄小桃得意了起来：“没话说了吧？话说回来啊，不论凶器是不是这把水果刀，上面的指纹确实是丁某。”我一思考，脑袋有点发晕。我说我去阳台透会儿气。走到阳台上，我注意到正对面的窗户拉着窗帘，阳台上什么也没有。这片居民区路段不错，基本上就没有空置的房子，这让我有点起疑。黄小桃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宋阳，这里可是6楼，就算如你所说的，这是一场嫁祸案，那案发之后邻居很快发现异常，凶手要怎么逃离呢？”我皱着眉头。8点丁某离开家，8点10分邻居才发现异常，凶手有10分钟时间。黄小桃指着楼下说：“看见那边有个停车场没有啊？停车场有个老大爷，当时他正在看电视剧，脸是冲着这个方向的。他的口供称8点到8点半之间，这栋楼没有人下去过。”黄小桃又给我出了个难题。我正沉吟间，隔壁传出一对男女的对话：“真倒霉啊，今天上班迟到10分钟，被老板扣了钱。叫你早点走的，你非不听。我哪知道啊，我跟平时一样7点半出的门，路上也没有堵车，真是见鬼了。”一听这话，我立即兴奋起来。10分钟是本案里一个关键疑点。我叫来黄小桃，问他：“是这户人家报的案吗？”黄小桃点点头：“是的呀，走，去拜访一下。”出来之后，我注意了一下户型。这层楼是这样的，总共有4家，左右各2家，中间是电梯，左右2家隔得很远，也就是说，只有隔壁能听见这个屋子里面的动静。黄小桃正要敲门，我说慢着，然后对着钥匙孔看了半天。黄小桃笑道：“在看什么呢？难道你还怀疑邻居不成吗？”我冷冷地说：“有撬过的痕迹，而且很新。”黄小桃愣了一下：“那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也许他们家最近遭过小偷。”我已经能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，在刚刚听到那段对话和看见这个钥匙孔的时候，我已经可以胸有成竹地断言，丁某绝不是凶手。我们敲开门，女主人看见我们，惊讶地说：“这位警官，案子还没查完吗？
找我们有什么事情吗？我说，问一件事情，你家的钟准吗？女主人一脸茫然。准啊，我跟着电视对的。我看了一下手机，现在是13点46分，你家几点？女主人进屋看了一眼，出来后摸了摸头，奇怪，我家钟怎么慢了？是13点36分。我微微一笑，谢了。女主人一脸的不解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就把门关了。从黄小桃的表情看，她好像已经意识到了什么。我问道：昨晚的3个时间点从哪儿得来的？8点钟丁某离开家，8点10分邻居发现异常，8点半丁某回来。黄小桃回答说：8点是丁某和邻居一致说的，8点10分是邻居的口供，8点半是所有人一致说的。当时因为发生命案，不少人被惊动了。我大叫了一声，那就对上了。这个案子是这样的，昨天早些时候，凶手进入邻居家，拨慢了他们家的钟。8点钟丁某离开家，这时候邻居家是7点50分，凶手立刻进入丁某家中，杀害丁某妻子，然后摔门而去，正好是8点10分，也就是邻居家的8点整。8点10分，也就是实际上的8点20分，邻居发现异常，打电话给丁某，他用10分钟赶回来，但是到家一看却是8点半，这样就完美解答了为什么丁某去小花园花了10分钟，回来却是20分钟。孙斌鑫瞠目结舌，好复杂呀。我摇了摇手指，并不复杂，简单理解就是邻居听到的丁某摔门而去，其实是凶手制造出来的假象。黄小桃皱眉说：杀了人还弄出这么大动静，干嘛不悄悄地走呢？我冷笑说：自然是为了嫁祸呀。黄小桃忽然提出了一个疑问：不对呀，停车场老大爷说8点到8点半并没有人下去。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，等我一下。我快速下楼取了我的验尸伞，又回来。等电梯到达这层楼之后，我叫他们俩进来，两人一脸不解的进来，我直接按了顶层。来到顶层之后，我说：从天台可以平行移动到其他单元。我推开天台的门，阳光照射进来，我撑开验尸伞，台阶上果然出现一道脚印，脚印不断向前延伸，这个脚印是39码，鞋印也很清晰。黄小桃用手机拍了一下，最后鞋印就来到另外一个单元，走了下去。以凶手谨慎的性格，肯定是不会坐电梯的，中间楼层也没有验的必要了。一来是没阳光，二来是人来人往，早就被破坏了。至此，我已经描述了一个清晰的犯罪轮廓了。丁某和妻子吵架的时候，凶手就躲在上面的楼道里。等丁某出去之后，他立即进入丁某家中，将丁某妻子杀害，然后从天台逃离。孙斌鑫连连拍手：宋阳哥哥太厉害了，一下子就把案件推翻了呀。黄小桃说：等一下，我刚刚叫局里发了一张照片。他把手机递过来，在2张照片之间反复的切换，一张是丁某的鞋印，一张是刚刚拍下来的，2张居然完全一致。何止是一致啊，每个人走路的时候受力点是有微妙的不同的，有些人重心在后，有些人则是喜欢踮起脚。通过对比这2组鞋印，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是同一个人留下的。黄小桃说：凶手的犯罪手法确实高明啊，但他的鞋印出卖了他，他就是丁某本人。8点出门之后，他迅速折返，杀了自己的妻子。我含笑看着黄小桃，
然后嫁祸给自己吗？黄小涛一下被问住了。如果丁某真有这么聪明，他会被立马抓到现行。我给出了答案，鞋印是另一个人的，是这个人完美的克隆了丁某走路的习惯。